Hello， 各位玩家們，大家好，歡迎來到我的頻道，我是大陸。那麼這集同樣是這個7月份的手遊推薦，在所知的清單中就包括了結合開放世界探索、沙盒生存以及動作角色扮演的遊戲、生活模擬類的 RPG 遊戲，所有寶可夢訓練家期待已久的對戰星座、硬核卡莎類的動作遊戲跟其他玩法豐富的作品等你來發掘哦。這些遊戲的排名都是不分先後的，如果你想知道哪些好的遊戲，那就大陸一起看下去吧。Project Z 是一款結合開放世界探索以及沙盒生存玩法的動作角色扮演遊戲。遊戲最大的特色在於它將末日廢土求生以及公會間的攻城略地結合在一起。玩家將扮演一位生化改造人，在歷經加瑪射線風暴摧毀後的世界中，從零開始搜索資源，打造抓手武器，以及建造自己的據點來抵禦威脅。除了孤身面對 BOSS 和各種生態域的危險之外，遊戲的核心是激烈的72小時公会攻城戰，你需要和夥伴一起防禦領土或入侵他人的要塞，體驗大規模的 PVP 對戰玩法哦。美術採用帶有黑色幽默的漫畫風格，讓整體視覺帶着一點輕鬆感覺。感興趣的可以留意遊戲消息。月光岭物語是款生活模擬 RPG 遊戲，講述主角為了向父親證明不死生物也能充滿溫情，而決定離家出走，搬到不死生物生活的小鎮。那裡有着狼人、美人魚和魔女等角色，而你做一名吸血鬼，將在這裡打造自己的魔法農場，利用魔法藥水和魔法完成日常活動，與鎮上的7大家族打交道，組成家庭，發現小鎮的秘密，最後向父親證明不死生物也能正常生活。其他還包括了釣魚、採集，還能發展刺繡和花藝等手作興趣，而且還有卡牌對戰等豐富的支線。但不管一天的活動再豐富都好，記得一定要在日出前回到棺材裡休息哦。推薦給喜歡牧場物語或新入股的玩家。寶可夢冠軍可以說是所有訓練家期待已久的對戰星座，讓你可以在手機上隨時享受策略對戰的樂趣。遊戲提供級別對戰、自由對戰以及私人對戰等多種模式，而且有些資源與 Pokémon Home 聯動，可以把過去作品中的夥伴帶進來一起戰鬥。對老玩家來說，絕對是一大福音。不過有別於以往系列的線性劇情，本作是完全專注於線上對戰，對新手來說可能會有一些學習門檻。但如果你本身就喜歡寶可夢對戰的策略深度，那這款應該會讓你玩得很開心。黑暗之劍、暗影之光是一款硬核卡莎類動作遊戲，採用了像素風格和彈幕設計元素。玩家將處於一片荒涼的森林中，在不斷前進與戰鬥中解開森林的秘密。遊戲主打超硬核的動作打擊玩法，也是有多個武器可以使用。玩家在戰鬥中需要巧妙地利用閃避與攻擊技能，在多次實驗與失敗後重新站起來，最後熟悉 BOSS 的攻擊模式才能順利通關，比較適合喜歡挑戰和走位操作的玩家。有興趣的話，不妨來試玩看看吧。相信大家都知道舞力全開這個知名的跳舞遊戲吧？它不管男女老少，不會跳舞的人都能玩得很開心。現在不需要主機都能玩得到啦！舞力全開派對是有育碧授權，騰訊發行運營的體感鸚鵡手遊，採用了陷阱的 AI 體感識別技術，讓大家只需要一部手機或平板就能實時捕捉玩家的動作，隨時隨地來一場熱血的鬥舞。遊戲的曲庫涵蓋了華語、韓流、歐美以及網絡歌曲等多種類型。也支持單人或多人派對模式，而且每次結束後還實現燃脂數據，讓你無形中完成一天的運動量哦。喜歡音樂跳舞或想輕鬆運動的話，就叫上你的朋友們一起來跳舞吧。
鬼屋是一款第一人稱的恐怖生存遊戲，我們扮演的主角會在黑暗中醒來，發現自己身處一棟充滿詭異聲響，甚至是恐怖生物的廢棄房屋中。所以呢，我們的目標就很明確了，就是想辦法探索、存活，最後逃出去。玩法上，你需要仔細搜索每個房間和角落，一邊尋找鑰匙解開謎題，一邊用武器對抗可能會追殺你的可怕生物。遊戲沉浸感就要來自逼真音效和陰森氣氛，玩的時候壓力其實不小哦。比較方便的是，它資源完全離線遊玩，讓我們隨時隨地都能體驗得到。因為玩法單一，遊戲時長可能比較短，但喜歡恐怖生存題材的玩家還是可以來試試看的。Headshot ZD 是一款主打爆頭爽快感的射击遊戲，畫面採用了 2D 像素橫向動作，背景講述在大災變後，輻射感染導致世界崩塌，全世界 99.9% 的生命都變異成了喪屍，而你作為 0.1% 的幸存者，肩負起了建築營地、拯救幸存者的使命。遊戲中有大量幸存者可以收集和使用，他們都有不同的能力和技能。遊戲也提供了4種不同的遊戲模式，讓你在不同的時間和場合可以隨時遊玩。而剛剛就提到了本作主打爆頭的玩法，每種武器都影響射擊的精準度，瞄準頭部就可以觸發爆頭的連擊效果，玩起來非常解壓。喜歡輕鬆射擊遊戲的玩家可以試玩看看哦。自走骑士团是一款玩法輕鬆但又考驗策略戰術的自走棋遊戲。在這裡，玩家將在一個3×3的微型戰場中掌握一支強大的像素騎士，然後透過每個英雄的定位和技能，將他們安排在適當的位置，像是前鋒、戰士、紅毛法師，他們的位置決定了攻擊和技能順序，屬性也有可能互相影響，甚至可以幫助扭轉戰局。而且，玩家可以合併相同的英雄，讓他們變得更強大。在戰鬥開始後，他們會自動戰鬥，然後再次根據戰況來挑戰布局，直到成為最後的贏家吧。推薦給喜歡研究策略布局的玩家。梅格與怪物是由曾經推出過《熊先生的餐廳》的獨立團隊所打造，一款短篇像素風 JRPG 遊戲 ，Steam 上好評率高達93%，現在終於登上手機平台了。故事講述人類小女孩梅格意外掉入魔界，被外表粗魯但內心溫柔的魔物羅伊撿到。遊戲的核心不是打敗所有敵人，而是保護梅格，不要讓她哭。梅格的情緒會隨着戰鬥中的威脅而波動，一旦滿值就代表遊戲結束了。整個遊戲的情感重量都壓在這個機制上，美術是懷舊的3D 視角像素風，搭配清新舒服的鋼琴配樂，在手機上運行也很流暢。感興趣的話，就不要錯過這款精品啦。約定之樂是一款2次元的 RPG， 遊戲中你將扮演一位檢察官，帶領一群被稱為魔女的少女，在被宅獸肆虐的大陸上戰鬥。遊戲的核心在於策略性十足的卡牌對戰，它採用回合制戰鬥，但加入了獨特的連擊系統，所以我們就需要根據敵人的特性，既有搭配魔女技能來打出高額爆發。除了推主線，遊戲還包含了豐富的副本、秘境探險以及公會對戰等玩法，能讓你可以和其他玩家一較高下。角色養成方面也相當佛心，可以重置培養，調整陣容，不怕練錯角色。喜歡這類魔幻題材的2次元卡牌 RPG， 可以來下載體驗看看哦。那麼這期的影片到這裡就結束啦，希望大家都能找到自己喜歡的遊戲。就如果你喜歡大陸的影片，可以給大陸個讚、分享和訂閱。那麼就下期再見啦，祝各位遊戲愉快。